萧初然并不打算跟艾米丽过多寒暄，于是便连忙对艾米丽说道：“艾米丽，我不太擅长社交，就不去叨扰你老板了。”说着，他便对叶晨说道：“老公，要不咱们先进去吧。”艾米丽听萧初然叫叶晨老公，一脸惊讶地看向叶晨，开口问道：“你就是初然的老公啊？”叶晨微微点了点头：“没错，我就是。”艾米丽上下打量了叶晨两眼，笑道：“初然说你是专门给人看风水的，这种骗人的东西现在还有人信吗？”叶晨眉头微微一蹙，开口道：“许多东西都是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就好像宗教神明一样，谁也没见过上帝，但不妨碍信徒们相信他的存在。”艾米丽撇嘴笑道：“上帝跟风水可不是一回事儿，上帝是信仰，换句话说，是一种智慧的结晶。至于风水，不过就是一些江湖术士拿来招摇撞骗的封建迷信罢了。”叶晨摆摆手，淡然笑道：“真正的风水秘术理论是出自易经八卦，而易经成书于西周，距今已有3000多年，它的历史比世界3大宗教都要长。所以王小姐下次点评一件事之前，最好还是先搞清楚再开口，也免得贻笑大方。”艾米丽没想到叶晨竟然对自己开了嘲讽，脸上当时有些挂不住。可是叶晨所说的易经，她只是听说过，但从未有过深入了解，所以被叶晨嘲讽了，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于是艾米丽干脆抱着肩冷哼一声，问他：“你这么懂，不如给我看看风水面相，也让我亲自体验一下你说的风水秘术到底靠不靠谱？”叶晨本不想搭理他，但将他上下打量一番之后，忍不住笑道：“哎呀，这一看不要紧，王小姐的事业运似乎出了很大的问题。”事业运？艾米丽微微一愣，旋即笑着说道：“你说我的事业运出了很大的问题？”“对。”叶晨笃定地说道，“确实有很大的问题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的事业很快就遭受一次灭顶打击，你之前苦心经营的一切根基都有可能烟消云散。”艾米丽耻笑道：“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？如果你说我可能有别的问题，我说不定还会信你个1/1000，可你说我事业要遭受打击，这简直就是笑话。”说着，艾米丽一脸倨傲地说道：“艾益康这家公司你可能不太了解，这是全世界最顶尖的设计集团，上市公司，市值100多亿美金，能在这样的公司做到高级合伙人的，全世界不过区几十人罢了，而我恰好就是这几十人中的一员，而且是几十人里最年轻的一个。而且成为高级合伙人，每年的税前年收入都在500万美金以上，顶级的合伙人甚至能做到1年过亿美金的收入。”说到这里，艾米丽一脸讥讽地看着叶晨，耻笑道：“我今天刚刚成为高级合伙人，前途一片光明，你凭什么说我的事业要遭受灭顶打击？难道就凭我的面相吗？真是笑话。”叶晨被他对了一通也不生气，而是非常耐心地说道：“你今日确实红光满面，有大喜之事，但你眉宇间戾气过重，这证明你本性并不善，再加上你眼睛虽大，但略微突出，眼不藏神，从这能看得出你是个心胸狭隘，心中藏恶之人。而你嘴唇很薄，说话眼尖嘴利，此乃典型的薄唇口尖，证明你平时尖酸刻薄，善惹是非，这都是容易惹祸的特征。”艾米丽冷笑道：“哟，你这看风水的开始搞起人身攻击了，我眼睛大怎么了？嘴唇薄怎么了？这就容易惹祸了。那你怎么不说我长得漂亮高挑，身材前凸后翘呢？”叶晨笑道：“我刚要说你眼尾上扬，口型下坠，卧蚕含痣，这都是标准的媚相，说你天生媚骨也不为过。而你之所以有大喜之事，与你这天生媚骨有着必然联系。说直白一天，你能有事业上的鸿运，你的长相和身体帮了很大的忙。”艾米丽听到这话，顿时变得有些不太自然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你不要在这胡说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能走到今天，那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，从来没靠过长相和身体。”叶晨撇撇嘴，从面相看，你人生的每一次上升都与身体脱不开干系，
不过这种事情你听听就好，准不准的，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艾米丽当即气急败坏地讥讽道，还说你不是人身攻击，信不信我可以让律师告你。说完她自己又冷哼一声，鄙夷地说道，再说了，你在这废话一堆有什么用？我今天鸿运当头，一步登天，你说的灭顶打击在哪儿呢？叶晨正要说话，一个中年男性走到跟前，笑着对艾米丽说道，艾米丽，跟哪位朋友聊呢？聊得这么投机。艾米丽看向那个中年男人，笑着说道，董事长，您这么早就过来了。那中年男人笑道，你的结业典礼，我肯定要早点过来捧场。说着他饶有兴致地看着萧初然，问他，艾米丽，你还没介绍这位美女怎么称呼？艾米丽忙道，董事长，这就是我经常跟您说起的大师班同学萧初然。说罢他赶紧又对萧初然说道，初然，这就是我们老板马修皮特森。萧初然只是对马修皮特森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马修皮特森却似乎对萧初然有些惊艳，赶紧掏出一张名片递到萧初然面前，认真道，萧女士，我们爱益康最近正在积极吸收一些年轻血液，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设计师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合伙人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爱益康试试看？我可以给你一个合伙人的身份，年薪至少100万美元起。萧初然摇了摇头，淡淡道，不好意思，皮特森先生，我有自己的公司，公司虽然很小，但在我看来比去任何一家公司工作都要舒服得多。马修皮特森表情有些失望，不过很快又调整过来，笑着说道，不要紧，我们也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一些有潜力的初创型设计公司，如果萧女士想跟我们合作，或者想拿我们的投资，我们可以深入聊一聊。叶晨看出这个马修皮特森不怀好意，于是便淡淡道，不好意思，我老婆不需要除了我之外任何人的投资。马修皮特森皱眉看着叶晨，开口问艾米丽道，这位先生是？艾米丽连忙笑着解释，老板，这位就是初然的老公，他可是一位很厉害的风水师，刚才给我看了面相，说我的事业会遭遇灭顶打击，正好你是我的老板，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，我的事业今天到底是要向上腾飞，还是要向下坠落？叶晨笑了笑，认真道，我刚才说了，你今日确实有大喜之事，虽然你面相不好，但毕竟天生媚骨，只要有一个能力足够强大的男人能被你的媚骨吸引，他的能力便能帮你把面相上的缺陷压制住。马修皮特森哈哈一笑，开口道，当然是向上腾飞了。说罢他看着叶晨，笑眯眯地说道，先生，今天艾米丽升任高级合伙人，薪资翻了好几倍，而且我就是他的老板，我说让他往上升，他就一定升，不知道你怎么判断的他的事业会遭遇灭顶之灾的？叶晨看着马修皮特森，淡淡道，你不要觉得你是老板就能左右他的前程，风水摆在这里是最不可能出错的，说不定真正给他灭顶之灾的就是你。笑话！马修皮特森冷笑着讥讽道，我活了40多年，第一次见到你这么狂妄的年轻人，你知道我对艾米丽有多器重吗？就算是天塌下来，我也不可能给她什么灭顶之灾。叶晨没理会他，只是看着艾米丽，笑着说道，刚才我说了，你今天确实鸿运当头，但你错就错在不该穿这一身衣服，这身衣服除了黑就是白，刚好与你满面红光形成强烈反差，这在风水上便已经形成了煞。叶晨顿了顿，又道，要知道人逢喜事最忌讳黑白搭配，黑白搭配只有在葬礼上才不会犯冲，其他任何时候都会形成风水煞，就算是新娘结婚也只敢穿纯白婚纱，谁若敢在白色婚纱里加上黑色元素，婚后必然诸多不顺，而你这一身黑白搭配已经明显盖过了你的满面红光，所以你今天的鸿运必然会被这煞气反噬，而你的鸿运又恰好在事业上，这也就意味着你的事业必然要遭受灭顶之灾。艾米丽听叶晨说完，整个人怒不可遏地说道，你这人还真是土包子，什么黑白配犯冲，
你知道我这是香奈儿的高端定制款，平常人有钱都买不到。叶晨笑道，什么高端定制？我不太懂，但我敢说，设计这身衣服的人肯定不懂风水。马修·皮特森也嘲讽到，艾米丽这身香奈儿高定款是我专门找香奈儿顶尖设计师亲自操刀的，而且黑白配色是香奈儿最经典的配色。你要是什么都不懂，就不要在这里贻笑大方了。艾米丽冷笑几声，看向萧初然，讥讽道：初然，你好歹也是上过罗德岛设计学院大师班的，怎么会嫁给这样一个坑蒙拐骗、满嘴跑火车的男人？他也太配不上你了吧。萧初然听艾米丽这么评价叶晨，心里自然是有几分生气的，于是他没回答艾米丽的问题，反而是一脸认真地开口道：艾米丽，我老公给别人看风水是非常准的，他在美国都有很多身份显赫的客户，绝对不会信口开河。一旁的马修·皮特森脱口道：萧女士，身份显赫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智商很高，他们怎么可能被你老公这种拙劣的骗术所欺骗？说罢，他感叹一声，嘲讽道：罗德岛设计学院是全世界最好的设计学院，这里的大师班更是精英中的精英，真不知道你这种信口开河的江湖骗子是怎么混到这里来的。用你们华夏的说法，那就是一颗老鼠屎，毁了一锅汤。正说着，艾米丽忽然看向入口处，面色骇然地惊呼道：老板，费小姐来了。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